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1.5亿战力的玩家被清零。那么因为我上线的时间呢，它已经剩下1.1亿了。那前面清零的时间我是没有在场的，是在群里面收到爆哥的通知，叫我们上线吃肉，我才知道原来有玩家被清零了。坦白说，这个玩家并不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清零的玩家，其实我们已经清零了好几个，但是都是战力比较低的。他是第一个在没有被锁的情况下从1.5亿打到清零的玩家。那么你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玩家他是拥有芝诺比亚搭配波罗头的，再加上他的战力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去围殴，所以我们已经开了多个集结去打他的城市。就算打到城市剩下黄血或者是红血的时候，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从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队友非常暖心，在帮我们的刷 buff 队伍刷 buff。我们这里所带的刷 buff 队伍包括君士坦丁跟芝诺比亚，那可能他的队友看到我们这边带比较弱的统帅，就以为我们很容易被打，甚至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低战力的玩家。所以你们可以注意看到这个城市的边上，他的队友一直出来打我们自己的人。那1034这个队友呢，他以为他在做地鼠钻击杀，实质上是帮我们的大忙。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后再讨论。那么为什么这个玩家那么不小心把城市放在外面呢？他并不是飞在领土之外，他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这种情况更加罕见，因为大多数的玩家会被清零，尤其是高战力呢，都是因为暴露在外面被锁，才会原地被清零。那这个玩家呢，他明明在自己的领土上，但是他下线的时候并没有更换去 Bro V， 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拥有了驻防统帅像芝诺比亚跟波罗头，再加上他的战力很高，就以为我们不敢去集结他。这一次清零行动更加荒唐的就是他们的领土之上居然没有多少个队友去帮他，他队友只有塞兵进去他的城市里面而已，并没有野战部队来打我们的集结，或者是打我们旁边这么多的部队。假设1V的玩家是有在线的情况下，还不至于让这个玩家被清零的地步。那么可以看到，当我们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是从早上6点半，也就是韩国时间的7点半开始的。那么根据1V所说的，因为他们有 downtime 的关系，所以不是每天都在线上，也不是24小时在线上的。那么我们打这个时间呢，已经是韩国早上7点半了，怎么还没有人呢？再加上昨晚我们在跟他们打的时候，基本上到晚上11点，也就是韩国时间差不多12点左右，就已经没有人了。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依然还是没有人上线，这个玩家依然还是不在线。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不能说是因为960的问题了吧，不是960 uptime 的关系了吧。并且我刚刚有讲过了，他的城市是1.5亿战力，清零这个玩家的城市是已经用了超过5个以上的集结，还有他的队友也是有一只天兵去他的城市拖延时间，直到清零结束为止，已经花了1个小时，他依然还是没有上线。他那位暖心的队友还是在帮我们刷着 buff， 不知道这个被清零的玩家看到他的队友做出这么暖心的举动会有什么想法。反正我们这里是非常感谢这个地鼠玩家帮我们刷 buff 的。那么这次我们是用了司机搭配炮王来开集结，相信大多数的玩家观众呢都是没有看过这个组合去打城市的。这个组合搭配起来技能伤害提升很高，而且他们的3维数值也是很高，加起来所有伤害提升 18%， 然后技能伤害 38%。因为他是用芝诺比亚驻防的关系啊，所以用阿提拉去打的城市呢，这里换算起来就不太值得，所以我们用技能伤害的统帅。所以你们可以注意看我画面上的红字跳动，每一次司机打出去的伤害都是10万起跳的。所以960就持续用这个组合搭配，让 MX 退出军团，一直不断的开集结 GT 开完之后换 MX，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我们也担心这个玩家上线，直到最后他的战力剩下差不多8000多万的时候，我们才开了阿提拉的集结。那可以说打这个人的城市呢，让960的人瞬间精神起来了，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拆 1V 的宝，拆到有点辛苦。那如果有关注这一场 KVK 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最近拆宝呢是拆到有一点烦闷了。我们拆1个宝，他们建2个宝。那拆要塞我相信每个王国都会遇到这个事情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完全不出来跟我们打野仗，甚至最近唯一一次会出来跟我们打野仗的时候，就是在 MG 的杀敌日才跑出来跟我们打架。那在一开始可能第3、第4天左右的时候，会差不多4个小时吧，在我们亚洲时区大概晚上8点到9点左右出来，然后打了一个大扩，接近1点2点左右的时候就完全没人了，就时常骗到我们有一些玩家就开了大扩之后完全没有仗打。
假设长期有打野战的情况下去拆要塞的话，还不至于让自己觉得太无聊。尤其这里他们是2个王国打960一个王国，虽然他们不出来打野战，我们也只能拆包，但是他们的地鼠是源源不断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分钟都会看到地鼠跑出来。除了用要塞来恶心960之外，还要用地鼠来恶心960。青灵这个玩家刚好就是让我们来泄愤了，这位玩家也要为自己的掉以轻心而负责任。所以这里郑重的再次温馨提醒，如果你们下线不在线不在这个游戏上的时候，记得开泡泡回去关卡室之内，不然就像这个玩家一样，就算没有被囚笼的情况下，1.5亿甚至是有住房都会被清零。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就是清零围殴的部分啊，如果不想要看的观众，你们可以跳到报告的部分去。那么到了报告时间，那我们第一份报告基本上都是已经有赚1倍了。那么这个玩家最多的兵种就是步兵，410万的 T5 步兵，328万的 T5 骑兵，还有165万的 T5 工兵。不过从部队整体上看来呢，其实它的整体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也有全专属。但是98这个军区是有3个专属铭文了。接下来是西伊凯的集结，那打的主报告呢，其实没有赚特别多，不过下面围殴的报告就有赚了。那么可以看得出，这个玩家似乎是想要去救他的朋友，那你们也可以看到只有他一个人而已，那一个人的话是肯定围不下集结的，反而他自己的报告还比较亏。接下来换 hashtag 开的集结也是一样的搭配，报告也是赚了1倍多左右。下面围殴集结的部队全部都直接升天，然而围殴的人也就是刚刚的那个玩家而已，只有他一个人而已。再来轮到白菜开的集结，由于他城市的兵越来越少的关系，这里直接赚了3倍。最后一份死机搭配炮王的报告赚了4倍。这个时候这个玩家从原本的900万兵力变成400多万而已。最后用阿提拉开集结反而没有赚多少，毕竟芝诺比亚是克制阿提拉的，所以还是用死机搭配炮王的效果比较好。那严格来讲，阿提拉5天的报告其实有3份，但是最后一份报告没有分享，大家都开始围殴了。那也因为这个玩家的城市里面是真的很多资源，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都是我们的部队在来来回回的搬。我们搬资源的时间好像也是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啦，因为这个玩家而让我们停止了2个小时的攻击。所以严格来讲，这个玩家对于1034的贡献其实还蛮大的，阻止了960的进攻。最后再分享这个玩家原本拥有的兵力跟资源。原本这个玩家拥有差不多260亿的混资跟940万的部队，但是很可惜的，这个账号已经被我们清零了。如果这个账号拿来打仗的话，其实还蛮好用的，所以只能让这个玩家提早下班了。黄庭之战应该也是看不到他了，除非他原地爆兵。最后还是希望这个玩家不要太过伤心，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